几年前我来西双版纳的时候，我在飞机上我曾经也拍过一段视频。所有的山都是一圈一圈一圈的，红土直接裸露地上。然后等到我真的走到山里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一圈一圈的全都是单一的物种，只有一种橡胶树。当你进入橡胶树林里以后，你是听不到鸟声，也听不到虫鸣，你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滴答滴答的声音。仅有的橡胶树其实长得也没有那么好，那么看似好像是绿色的一个山头，但其实已经严重的缺水。那我真的是真正的感受了，叫什么叫绿色荒漠。那在这一刻，你也能明白，就是在印地语中，橡胶树就是流泪的树。那这个泪流下来，也许在18几年的时候，它是黄金，但是在现在的我听来，它真的就是大地的哭泣，是一种干涸。树有的时候会给你感觉，它是有着无限力量的。从热带、亚热带到寒温带，一棵树如何支撑起一个世界？人和树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如何认识一棵树，又应该如何与树相处？本节目由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的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对于橡胶在我们西双版纳成功的种植，这个是获得了很大的突破。就一开始并不容易种，是吗？不容易种，因为它是一个在亚马逊那边热带雨林里面原生的树种，基本上就是赤道附近嘛。它要种到我们这种北纬21度以上的地方，它要么就不能活，要么你成活了之后就根本不能产销。当时就是非常重要的经济物资啊。西方是对中国完全封锁的，那个当然是60年代、60、70年代那个时候。原汽车飞机里面这个轮胎，所有的机械设备的涉及到密封的，那都是橡胶。我们吃穿住行其实没有哪一方面离得开这个生物资源的。面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全方位封锁，解决橡胶在北纬21度种出来，这个是关乎我们的生存命运。这个是经过老一辈的科学家共同的努力，经过非常多的试验之后，才成功的成活，而且还能产胶。像在西双版纳，它都是有个红线，我们橡胶林多少面积必须要保住的，你不能去砍掉的。其实当初我们那个时候，甚至在种植橡胶的时候，也就是把其他的一些农业用地、边缘林地，甚至有少部分是真的就是砍伐了当时的一些热带雨林。然后现在而言呢，发现了对于生物多样性带来的一个破坏。其实橡胶树它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它其实是一个付出和奉献的一个物种。发现它的时候，它是在南美洲的亚马逊丛林里
在它的原产地，它也没有让那个地方变得荒芜，对吧？其实是我们人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去利用它。现在陪过你爸啦，陪 Q 哥呢？陪 Q 哥呢？我叫布鲁都基诺族，我们这个村子里面每家每户都有橡胶。02年到07年这中间交价特别高，就是他一天的收入最少也得在那个1000块吧。然后这边人就把自己现有的地都拿出来种了橡胶，那个时候就主要收入就是橡胶了。凌晨2点要割到8、9点嘛，吃好饭就再过来收。中午回去睡一下嘛，9点以后就睡觉，睡到凌晨2点就过来割胶了。那像是就是您家的孩子的话，像他们上学这些费用的话，基本上也是就是橡胶的收入。对，这个橡胶的收入了。但是其实这边海拔是在900米到1200，是不适合种橡胶的。但是当时可能就不知道，也没有人来科普给他们，也没有人来告诉他们那个海拔高的橡胶会长不大，但是他们也不知道，然后就种进去了。而且橡胶树它是天然的抽水机嘛，就是种了橡胶越多的地方，它那个沟谷的水就1年比1年少，甚至有些沟谷的水都干掉了。这几年里面，那块地里面其他农作物是种不了的。但是橡胶树对我们来说也是唯一的选择，为了有更多的收入嘛，就砍的树也会越来越多嘛。这就是我们栽着的那棵神树。我爷爷的爷爷的那辈都说他们小时候就是这么大了，他们也不知道具体他的年龄。然后我爷爷小的时候会跟着我的那个太爷爷他们一起会来这里祭祀。我们就一直都认为它是有灵性，然后能保护我们。我们那边对面那个山包原来是还有一棵大榕树的，所以大家都会说他们俩是夫妻树嘛。但是那边的那个就是在90几年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是大量的种植橡胶，很多树都被砍伐了，那棵树就慢慢的枯死了，大家集体就把它砍掉了。雨林已经不在了，已经是都种了橡胶了。过了1年以后，那半边整个山体就往下滑，就滑坡了。有10几户村民的房子都裂开了，不能住了，然后就搬迁了。有些老一辈的人还是说了，这些树我们不应该砍，你看我们寨子就受到惩罚了。其实什么东西都是多了，它就是破坏。我们发现，单一的种植确实很方便啊，很快见到经济效益，但是它很脆弱啊。你会发现，整个的土壤都开始流失了。单一种植的橡胶林，植被覆盖率变低了，再加上新种的橡胶树呢，树冠较小，所以呢，节流降水能力呢比雨林要弱很多。而且土壤的裸露不但导致地表蒸发量大大增强，也让地表的径流量增大了。
它可能经不起一场强降雨，它也经不起一场干旱。有的时候我们在推倒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时候，在无数次倒伏之后，可能最后你身边你会发现就是所剩无几了，什么都没有。其实，在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之后，他们经历过这个过度的开发，然后呢环境的问题，然后再花更大的代价呢改善环境。然后我们在别人的错误的路线上，我们又走了一遍，别人教过的学我们又再教了一次。其实，它不只是橡胶一个物种在我们国内现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类似的一些经济物种。科学家是持一种态度，一种声音，但是农民嘛，其实更多的是要考虑到先解决温饱。那现在现实其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就是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橡胶是种进去差不多要8年到10年后才能开割嘛。他们种进去的那个胶还没长大呢，然后胶价就跌了。所以现在很多橡胶是荒着的呢。侬呀阿子看么晓，说唱嘛说唱的会么我么作业呢？你是你这哟。哦，跟那玩作业的。我现在是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的一个项目叫退焦黄林，在金诺山这边的负责人。退焦黄林这个项目就是不好的橡胶树都要砍掉，然后再种树进去嘛。就是说农民拿出他的地。然后我们基金会会提供树苗给他们，然后他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树苗给管理好，然后我们每年会发放那个管理费。这块地你拿出来了，一年就除个3次草，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基金会这边张哥他们就说，除了你们这个做修复的收入以外，还想给你们增收。张哥，那一会儿是我们俩一起带着客人去种树吗？你就正常带就行了。头发弄好看一点嘛。怎么弄好啊？在那边真玩腻了，2个黄毛。我去底下带他们上。你们好，我是小布，我们先去那边先换鞋子换衣服。好的。那我们这边走啊。那。这个是今天给你们准备的食材，我们这边有很多种笋。玉米棒挺大的，棒笋。哪里玉米？哪有玉米？这个吗？这是香蕉花。这是野生的芭蕉花，就是刚才你们提到。18年正式推动了这个项目之后，通过基金会去给老百姓发管理费，每亩每年给600块钱。但是光有这个，老百姓肯定不愿意参加嘛。所以我们当时说，我来带着老百姓发展生态旅行，让他们挣旅游的钱，帮老百姓实现多元化的经济收益，他可能就能够越来越主动的去保护这个森林，保护这些环境。大家差不多了，跟你们说一下今天的行程。我们呢，先带你们去种树，种完树以后，我们回来就可以开始进山了。这边树苗给你们准备这边。一会儿拿吧。走吧。这些砍掉的是橡胶是吗？对。这边呢，我们留了一块地，就是专门种这个树的。然后你们看一下呢，这边现在是种了橡胶，是这个样子的。以前没有种橡胶之前，是跟对面的森林是一样的，很茂密啊。对，所以我们这个寨子呢，以前出门就是森林，很可惜。以前我们有很多鸟类动物，然后有很多野生水果。我可以说是数都数不清楚，有很多是只能拿我们基诺语说，
但是现在那些树都没有了。如果把这些橡胶树又砍掉了，又把它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其实那个是很好的。这个树根要看那个，对，好，可以，然后踩一下。像我们退焦黄林这个项目，现在也有好多人都是不会去做这个的。最难的是，村民不信任啊。现在主要参加的村民是八飘村，她是八飘村嫁出来的姑娘，嫁出来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她头几年帮我们做这个事儿，村民有意见的，就觉得你都嫁出去了，你凭什么又回到这个村子里来？然后村民就听说她带着我们把这片森林承包了，说她把那个林子卖吃掉了，然后那显然没有嘛，然后就骂她，你是我们基诺族的奸细，基诺族的奸细，把我们这些外来的坏人，老板把他带过来去祸害他们去，他就这么骂他，基诺族的奸细。我就笑啊，呵呵笑。哎，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不奇怪啊，因为当时在这边就是外地人很少嘛，一时半会还是不习惯，还是那个，哎，有什么我就当他开玩笑呗。所以我后来开会的时候，我跟他们村民说，你们应该感谢这个基诺族的奸细。现在大家都靠着他挣钱了嘛，其实是。09年来出差来看他，小布一家一个月的收入不到300块钱，5个人，什么都买不起，盐巴都去赊，有摩托车加不起油，这是常态。2口子就上山打点沙漠野菜，挖点笋去集市上卖。那个时候这边特别穷。这3位是今天你们的向导，他叫老幺、沙温，然后这叫周布鲁，对，周布鲁，注意安全啊。现在，好。尤其今年雨林徒步穿越火了之后，很多的中青年的人，能够带客人的最多的一家，在春节那几天就挣了8000块。这个是个什么概念呢？在2020年的时候，八飘寨的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也就是8000到1万。春节期间就挣了1年的一个人的收入了。因为南昌的县比较大，然后有时候还是没那么方便，然后总上就要求我们就是在每个村儿必须建立一个互动支付点。来，老板帮我取一下钱。我们农行的惠民服务网点主要是方便老百姓取款、转账、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水电交费嘛。特别是年纪大的，这样他们就可以自助过来操作了。农行的贷款是利息低一点，而且现在贷款也方便，农行的政策也比较好，也给我们放了那么多的贷款。有农行的支持，我们的这个产业就，我要做10年的事情，可能是我1年就把它做好了。因为农民就只有这些地嘛。做了这个雨林修复呢，保护生态，自己还有收入。雨林修复这件事情，希望是一直都能往下做。雨林修复有很多种模式，它不是说非得不种某种经济作物。海拔高的这些地方不适合这样现象，老百姓已经知道了，总有一天他会砍掉。他会种别的东西。海拔低的地方现在怎么去做？也需要有更多的力量，有更多的智慧来参与和支持到这个里边来。欢迎你来到我们园里。就咱就从这边开始看起吧，就是这边一片是我们的一个人工雨林，就是从上个世纪60、70年代开始做这个研究、做示范。因为历史比较久远嘛，它其实就可以作为我们把橡胶林改造成一个理想之中的天然的森林或者是雨林。哦，这片蕨都长起来了。看，这一株就是橡胶树了。然后你看它上面都已经被有割过的痕迹。我们现在整个的上层的树种，那么除了橡胶树以外，还有大概67种乔木树种，那么也有大概这个67种
草本的植物，层间植物大概有20多种，所以就是这样的群落就和您这个之前是吧，初步认识橡胶林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区别。你看你这里就有鸟叫声，对对，我在那个橡胶林里面比你这大很多，没有任何的声音，没有任何鸟叫。哎，这个也是啊，对，这个也是啊，能长这么粗大。这上面是那个蚂蚁的那个，哎呦，这还有一个毛虫，这是一个蛾子的幼虫，应该是。它这个黄金蚁就是生活在树上，对，这多好啊！你看，像这个就是我们林下见种的可可。哎，我刚才看门口还有咖啡呢。对，哎，可可也不需要光很强吗？对，可可也不需要，可可和咖啡都是这样，都是可以伴阴的。对对对，我就特别喜欢这树上长点苔藓啊，长点这种小草的感觉。这也是一棵。所以它这个就是已经经过差不多60、70年的这个运行了，就至少可以证明说，这么多的物种啊，它可以共存。对，就物种多样化是可以实现的，不是说是只有单一经济物种是的才各样。对，这个我觉得你看你这个底下错落有致的话，它就是坏事就变好事。是这样。事实上，我们就是一个雨林重建、藏胶鱼林最好的这个范例。就是我们其实目的也就是想通过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园子把所有林下的见种的经济作物全部集中在这一片上，给老百姓看，更直观一点。你这个要是兼种的话呢，我觉得肯定收益一个好，第二对于环境啊、自然啊肯定会更好。一个是它的土地利用率可以提高30%到40%，然后它的收入可以提高1100左右，它可以兼种很多种，但是推广起来呢？推广起来确实现在，对，你看，你这个其实这个在北方的花卉市场，差不多就这么2、3片叶子，至少能卖5块钱到10块钱，那其实是效益很高的。对，这个后端的它要有一个销售市场的一个对接，这种才好做，不然我们确实是推广起来，我们也推不开，老百姓他们也不愿意种的，是这种，是吧？如果是专门有老板在这里，专门有个收购商在这里等着，如果你种出来他就收购那种的嘛，那种就很方便了，推起来，老百姓也愿意种，是吧？跟企业销售的那些要结合起来去，产供销一体。对，是啊，变得更加复杂了。之前一直困扰我的就是，明明单一物种不好，明明可以用兼种的方式做植物多样性，既可以丰富蕉农的钱袋子，也可以让这个土壤呢得到保护，但为什么大家不去做呢？那很显然还是因为经济的问题，它推动不了它没有一个好的市场。因为农民嘛，你让他们有很高瞻远瞩的意识也好，所有这些的基础是让他们先吃饱饭。光是说科研人员，其实普通的每一位这个公民，其实都能体会到真正的我们人类快速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自然资源的这种过度的消耗跟唾弃。对于生态恢复，涉及到了科学研究、政府管理、社会经济，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在保护这些环境、保护这些自然资源的同时，能够让民生得到发展。我们也是中间推动的一份子吧。雨林修复今年第6年，老百姓也有其他的更多的可能性的时候，保护雨林在版纳目前慢慢的成为村民的共识了。我希望的就是我们这边的环境越来越好，还原成以前，我觉得这我们努力也有可能。
我们是不是也要想一想，我是生态位里的什么？我是那棵望天树，我还是那棵榕树，我还是榕树下面的一棵小草，我还是一块苔藓，我到底是什么？但是无论你是什么，你是不是应该让自己的家园，让生我养我和我爱的这片土地能够一直这么很美好的存在下去？我现在就有一种冲动，赶紧回家。家里有一些植物需要挪地方了，因为我发现我可能放错了。其实就是来向大自然学习啊。大自然呢，就是能够随时告诉我们你错了。当然，人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不认错，但是如果到了大自然里面，你会觉得自己这种无知和渺小，而且是植物之间它们互相庇护，互相的左右。武侠小说但凡有毒的东西，都百步之内必有解药啊。所以这个中国的俗语说的“道法治人”，这个确实，我们生态文明建设最终的目标，实现的是全球命运共同体一样，真正的要实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才是我们东方的智慧最迷人的地方。